我是天津森特奈电子的李正辉。今天我将给大家介绍的是如何在被服 TwinCAT 3软件中组态森特奈的符合 EtherCAT 协议的 IO-Link 主站以及重站模块的方法。本例中我们连接了一个森特奈的8端口 IO-Link 主站模块，在第五个端口连接了一个端子式的16路输入和16路输出的 IO-Link 子站。我们将主站模块和电脑连接，并打开 TwinCAT 3组态软件。此时主站模块和电脑并未通讯上。下面我们进行一下组态。首先我们要找到 TwinCAT 软件中 ESI 文件的安装目录。这里安装目录在 E 盘 TwinCAT 3.1 config IO， 然后 EtherCAT 文件夹里边，然后将我们森特奈提供的 EtherCAT 主站模块 ESI 文件复制到该目录下，然后关闭即可。下面我们打开 TwinCAT 3软件，我们新建一个工程，点击 New Project。我们可以设一下工程名称，点击 OK。下面我们要新建一个 PLC 项目，右键 PLC， 增加新项目，点击标准 PLC 工程，点击添加。然后在目录下的 POUS MAINPRG 这里头就是编程界面。下面我们扫描一下 EtherCAT 主站及重站设备，在 IO 目录下点击 Device， 右键点击扫描，确定。点击是。点击是。扫描完成以后，我们在 Device 这个目录下面，我们就可以看见所有连接的森特奈 EtherCAT 主站模块 Box 1 ELCT-8IOL-0001。在 Box 1这个目录下面，我们可以看到 Model 5 SIOL-TL-16DIO 表示在第5个端口连接的是16路输入加16路输出的子站模块，其余端口没有连接子站，所以在 Box 1目录下面没有显示。另外我们双击这个 Box 1，在右侧 Sort 下边我们可以查看8个端口，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只有第5个端口是连接的一个子站，别的端口都是一个空端口。下面我们要定义一些输入输出的变量，然后将这些变量和森特奈的 EtherCAT 重站模块一一映射起来。这里我们简单定义2个变量，
我们回到编程界面，我们定义一个 x1，为字节。定义一个 x2 也为字节，再定义一个 y1 是输出字节。一个 y2 也是输出字节。好，定义完以后，我们要进行一个编译。右键这个工程，点击 Build 编译，系统会自动编译这段代码。如果没有错误呢，就会在系统栏中提示成功，并且在我们这个 United 1 instance 下边，我们可以看到生成了2个输入、2个输出字节的变量，可供连接。因为我们连接的这个16路输入、16路输出这个子站，它输入正好对应的是2个字节，然后输出对应的也是2个字节，我们正好可以把 x1、x2 映射到输入， y1、y2 映射到输出。好，我们双击这个 main.x1， 点击 linked to， 然后找到 byte 0 in， 点击 OK， 双击 x2， 点击 byte 1 in， OK， 双击 main.y1， 点击 byte 0 -out， OK， 双击 y2， 点击 byte 1 -out， OK。好，现在我们就将这4个变量和16路输入、16路输出的子站已经映射起来。变量做好连接以后，选择 TwinCat 激活配置，点击确定。点击是，确定。点击绿色箭头登录，点击 Yes。然后点击工具栏上的绿色箭头 Start 启动程序。这个时候模块上的 bus 绿灯已经点亮，模块已经可以正常的通讯。如果此时我们在第8个端口再连接一个 M12 16路输入的子站模块的话，我们具体的组态方法如下。我们先退出登录，返回到调试模式，双击 box 1 ELCT-8IOL-0001，
点击右侧的 Sort， 点击第8个端口 Port 8，然后点击中间的叉，将其删除。然后在右侧我们找到 M12 16路输入这个子站型号 SIOL-M12-16DI， 选中以后点击中间的箭头，将其拖入端口8中。如果连接的是其他厂家的子站，我们只需要拖入对应字节的通用文件即可，比如下边的这些通用的这些字节文件。然后我们可以定义一些变量，将变量与该模块对应起来，方法和前面介绍的一致。这时我们可以看到，刚开始我们在第8个端口连接 M12 16路输入模块的时候，对应的 IO-Link 指示灯是不亮的状态。好，这时候我们继续激活配置，点击 TwinCat 激活配置，点击确定。好，点击登录，点击 Yes， 登录，然后点击 Start 启动。这样增加的子站模块也组态完成。然后在第8个端口，我们可以看到 IO-Link 通讯灯已经点亮。另外，如果要删除现有的子站组态方法也是一样的这里不再赘述。好，今天就如何在被服 TwinCat 3软件中组态我们 CenterNet 的 EtherCAT IO-Link 主站重站模块的方法就介绍到这儿，谢谢大家。